月5号下午4点，商务部官网密集发布了5条公告，5项措施在数小时之内完成了从决策到公示的全流程。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反制。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见惯了美方出招，然后我们回应的这种剧本式的这个操作，节奏永远在对方的手里，还是对方先挑事儿。这一次我们直接就把棋盘掀了半张，这不是反制力度的简单加码，而是整个博弈逻辑的彻底翻转。什么叫做苦练内功和主动出击相结合？什么叫加强预期管理和主动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外部环境？这就是口号落地的威力。我国产业维度的战略反攻正在事实性的到来。今天给大家拆解一下咱这5项措施的精准程度与持续的威力。恰好这5项分别就卡在了美国5个关键的齿轮上：供应链耗材、市场准入、信息渗透、技术输送和规则抓手，招招见血，力无虚发。第一招，先说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出口管制这个事儿逐案从严审查，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无人机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它的主业都不是旅游出片，制造点夜晚的景观那么简单。俄乌战场和中东战场上无人机几乎现在是绝对的主角，堪称空中的 AK-47，挂上手榴弹就是低空轰炸机，装上 FPV 就是自杀式攻击机成本低到能当一次性耗材用，堪称穷国战术空军，富国的后勤噩梦。而全球无人机耗材的超级批发仓库在哪里？答案毫无疑问，从机身碳纤维到飞控芯片，从动力电机到高氢载荷，整条产业链上70%以上的产能都攥在我们手里。24年9月首轮出口管制落地之后，短短8个月，向美的红外成像配件出口量直接跳水约60%，单价更是坐火箭似的暴涨了3.5倍。什么叫实物主权的底气？这就是你华尔街可以靠嘴炮影响我们的股价，却没有办法靠嘴炮造出便宜好用的无人机零件。你能在媒体上把脱钩喊得震天响，真的要给前线做补给耗材的时候，还得按我们的价格买单。整个公告里我最喜欢的6个字是逐案从严审核以前是清单管理，这就跟超市结账似的不在违禁清单里的都能过。现在是对美出口直接给你开一个人工审核专属通道，每一笔订单都要单独过审，便利通道全部关停，相当于给美国的军国供应链来了一根加法，你记吃不记打，我就给你来2下，全看你的表现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这些年绕着弯子从第三方渠道扫货中国的无人机零件，然后呢倒腾到乌克兰、中东这些代理人战场上，打的一手用义乌成本打高端战争的如意算盘。现在这条路被精准的掐住了，想打代理人战争没问题，你自己建厂造耗材去吧，总不能一边喊着脱钩，一边连打仗的弹药都要从对家手里买吧？这说出去也太没有霸主的面子了嘛。第2项措施，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就 3C 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这句话听着特绕口翻译成人话就是以前美国企业拿中国市场的入场券，可以找美国本地的认证机构上门检查，我们认这个结果。现在不好意思，你们机构出的检查报告我们不认。3C 认证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的强制准生证小到充电器插头、插线板，大到汽车工业设备，只要在目录里没有这张证，就别想在中国卖，别想往中国进。这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准入门槛，是真金白银的生意命门。过去这套体系里，我们给了美国机构不少便利，相当于说美方监考，中方发榜，省了美企不少跨国折腾的成本。反观美国的 FCC、FDA、UL 认证，什么时候给过中国机构同等的待遇？中国企业要进美国市场，那真的是得过5关斩6将，检查、审核、年费一整套流程下来，啪几层皮都是轻的，那简直是要进餐厅消费先要搜身，而我还得给他一笔搜身服务费现在我们只是暂停了委托检查，还没有取消认证，也没有禁售产品，完全在框架内跟他讲道理。但是对美企来说，这个滋味可就不好受了。后续的认证要重走流程续证的周期进一步拉长，合规成本直接上涨。做生意最怕的从来不是贵，而是有第2只没落地的靴子。这记软钉子可比10句严正声明都管用，毕竟骂它不疼赚不着钱，它是真疼。第3招是对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这可是首例安全调查，分量相当之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打印机它不是卡纸就是缺墨，能有什么安全问题？这恰恰是一个很危险的认知盲区。手机、电脑的各种后门人人都盯着，而打印机这种办公室的透明装备反而成了最完美的泄密卧底。现代办公打印机它不是把字印在纸上
上这么简单的一个机器，而是带硬盘、带操作系统、带网络连接的小型计算机。你打印的每一件文件啊，它都会在内置的这个硬盘里留下完整的缓存，固件里啊有没有留后门，数据会不会偷偷上传，全凭厂商的良心，而西方科技公司的良心大家都懂的啊，在国家安全面前向来都是可以打折的。境外情报机构专门收购二手办公打印机挖掘数据啊，早都不是什么秘闻了。你以为报废的啊是一堆废铁，人家掏出来是一整个公司的机密文档，堪称打印室里的信息矿。过去我们在这个事儿上呢，更多是防守的姿态，发规定、提要求、推国产替代。这次直接启动国家安全调查，性质它就彻底变了。调查本身就是手段，不是目的。调查期间，相关进口设备的市场预期先打个折扣。调查结束之后，针对性的准入限制、安全标准、国产化要求都顺理成章啊。既给了进口设备的安全成本重新定了价，也给国产打印机啊产业撑开了政策的空间。美国不是经常拿国家安全当万能的借口打压我们吗？经常在我们的通信设备、光伏产品上啊下黑手。现在我们只是用同样的逻辑审视一下你们的打印机而已，怎么只许你拿着安全当锤子乱砸我家东西，不许我拿安全当过尺子量量你家那个小黑手吗？第4项措施，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禁止境内组织个人与其交易合作。这6家不是什么行业巨头，却是美国涉疆制裁体系里面的技术马前卒。比如那家应用 DNA 科学公司搞的是什么 DNA？ 棉花 DNA 溯源技术啊，说白了就是给美国的那个强迫劳动的谎言当一个技术佐证啊，靠给政治操弄当技术打手赚钱。过去美国搞长臂管辖最擅长的就是政府出政策，企业当白手套，官方不方便下场的脏活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去干，既保住了市场化中立的体面，又能实打实的实现打压的目的。这些公司游走在规则的边缘，赚的是政治的脏钱，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啊，属于是典型的制裁产业链的乙方。现在这套玩法跟我这儿不灵了，你帮着美国政府制裁我们的企业，那我就把你拉进黑名单，彻底切断你和我国所有市场的联系。赚政治的快钱可以，代价是丢掉全球最大市场这个长期饭票，这个买卖划不划算啊？一算他就清醒了。第5项措施，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这家公司是干嘛的呢？简单说就是昨天提到的啊，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 FCC 的御用检测外包商。 FCC 是对华鹰派的主要的推手，而它出台规定啊，限制中国的通信设备具体的检测认证、合规检查，这些脏活累活就交给这家公司来执行。表面是第三方机构，实则是美国技术霸权的白手套。长期以来，美国攥着全球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的话语权，玩的就是我定规则，我当裁判啊，我还负责判你犯规的这套把戏啊，什么产品合格，什么技术安全，什么设备能入网，全是美国的机构说的算。这些检测机构披着第三方中立的外衣，实则和政府部门穿的是同一条裤子，是推行美式规则的隐形抓手。你要进美国市场，你就得认我的认证，你认证的标准是什么，全凭我一张嘴，说你合格就合格，说你不合规，哎，你就不合规，合规它也不合规。那这次把这家测试公司啊列入清单，就是直接敲打这套把戏啊。既然你愿意帮着 FCC 打压中国企业，那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更深层的信号是，美国主导的那套霸权规则，我们不打算照单全收了。规则它也从来不是天上就掉下来的，是实力定义的。当你握着手里最大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啊，就有资格坐下来谈一谈新规则了，甚至制定一套完全不同以往的规则。看懂了这5招的精准打法啊，咱们再往上抬一层。为什么说这次反制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击，而是维度的降维打击呢？因为过去我们陪美国玩的是对等回合制的游戏，现在我们直接换了赛场，打起了实体消耗战。美国它真实的困境是嘴炮很小，家底很虚啊！要搞实体脱钩，你总得有替代产能吧，得有本土的制造业吧，得有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吧。很遗憾，这些美国都没有。本来鼓捣了一个有案外包，结果被大统领的无差别关税一折腾，再叠加现在啊卡住的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的工业生产现在都必须的回流我们的产业链才做得下去。不是他们不想搞实体脱钩，是真的搞不动啊！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已经从皮肉烂到了骨子里，实体手段不够，所以就只能靠金融和舆论来凑吗？华尔街配合着一些自媒体啊，天天给中国经济远程算命。过去喊的是啊，中国这个经济它容易硬着陆啊，然后呢，之前喊的是中国的资产啊，它没有支撑啊。
然后呢，最近又喊的是这个美元的威力渲染一下这个 2.0 那个 2.0 啦。美国美元真的那么有威力，为什么还要 2.0 呢？嘴上跟你讲逻辑，不一定做的是谁的生意，试图靠嘴炮打压中国资产的价格，制造市场的恐慌，用零成本逼我们让步，这就是他们实际在做的事情。某些人还要为虎作伥，吃相真的很难看。现在苹果借着果链跟长鑫压价，鸟你吗？现在美国的能力就是玩所谓的预期经济学，全靠话术搞预期收割，这就跟喊狼来了一模一样。第一，他真的有实力的时候他是不叫的第二，他现在狼来了喊多了，慢慢的信用也就破产了。第三，美国这边靠嘴炮翻云覆雨，而我们是靠实体环节直接砸穿对手的饭碗，没有一句是虚的，全是产业断供的泰山压顶一般的重量。对方还停留在舆论战加金融战的这个虚空层面来飙演技，我们已经直接下场打产业战和供应链的战争了。你打你的空对空，我打我的实打实。过去我们总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现在看来光有空间还不够，还得立规矩，一套不是由某一方单方面说了算的规矩，而规矩从来不是靠嘴炮跑出来的，而是靠实力打出来的。咱们现在见真章了，大家看懂了吗？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